一直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是一对老冤家。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双方因为领土归属问题，先后爆发了多次大大小小的战争。除了两国面对面发生冲突外，在战场外，两国还有很多的较量。最近，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穆贾希德·安瓦尔汗亲自主持了一个仪式，由巴基斯坦航空综合体制造的14架 GF-17B 型双座战斗机战机交付巴基斯坦空军。而更为重要的是 ，GF-17雷霆3战斗机正式开始批量生产。可以看出，巴基斯坦对于这款战斗机抱有很大的期望，巴铁空军参谋长更是将其描述成为该国空军史上的里程碑。据称 ，GF-17雷霆3被描述为巴基斯坦的第一款4代半战斗机，它配备了现代雷达系统、升级的传感器、软件和发动机，还将配备 PL-15和 PL-10导弹。但是对于这一说法，印度方面却开始较真。为了让巴基斯坦媒体这一宣传破灭，印度空军副元帅沙赫扎德·阿斯拉姆·乔杜里表示，即使是最新的 GF-17雷霆3，也无法在1对1的对抗中击败阵风，并声称阵风战斗机才是真正的4代半战斗机，在载弹量、航程、机动性等方面都超过了 GF-17雷霆3。那么，印度空军元帅所说的属实吗？诚然，作为双发中型战斗机的阵风，在载弹量和航程方面领先于 GF-17雷霆3是事实，在机动性上，阵风也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随着 GF-17的不断升级，这一差距并不明显。但是在其他方面 ，GF-17雷霆3似乎又进行了一些弥补，比如 GF-17雷霆3使用的中国电科14的雷达就强于阵风战斗机的雷达，而一旦巴基斯坦的 GF-17战斗机配备霹雳15空对空导弹，其射程将超过印度空军目前所有的空对空导弹。可以看出，在某些方面，双方战斗机各有优缺点。或许从总的来比较，阵风战斗机确实要略微强于 GF-17雷霆3。但是，一旦真的到战场上，光是占据性能上的一点微弱优势，并不值得炫耀。毕竟，战场的胜负不光光取决于一架或几架战斗机的作用。更有意思的是，一直以来都十分自信的印度人，这回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们并没有为这么一点点微弱的优势骄傲，而是反过来担心起印度来。有网友指出，一堆中等数量的 GF-17足以使我们的库存中少量的阵风变得困难。相比于巴基斯坦能够成熟生产 GF-17，印度的生产能力惨不忍睹。印度人吐槽称，无论是战斗机、导弹、装甲车、火炮、弹药等，印度国防公共部门事业的生产速度最差，质量控制也很差。可见这次印度的吹嘘栽了。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数一数二的军事强国，不仅拥有严密组织的现代化军队，并且以色列更是凭借自身打赢了多场对外战争。然而，正是一个如此强大的军队，近期却爆出了令人大跌眼镜的丑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据环球网援引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称，以色列一处军事基地被盗，期间多名以色列士兵充当内奸，并帮助外部人士成功溜进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内部。随后，这些盗贼成功将军火库的大门撬开，并盗取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撤离该军事基地。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以色列军火库被盗发生在以色列南部的查利姆军事基地。这批尚未确认身份的盗贼，在以色列该军事基地内奸的帮助下，成功盗走了近10万发子弹。在偷盗过程期间，这批尚未确认身份的盗贼似乎对该处军事基地的巡逻时间以及警卫轮班非常熟悉，并且在以色列士兵的帮助之下，成功混进了该处军事基地的军火库。随后，这群偷盗者利用撬锁工具，成功将军火库的大门撬开，并偷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对此，以色列已经下达了命令，要求对此次盗取军火库采取限期破案，并对该处军火库充当内鬼的士兵进行调查。如今，以色列军方调查已经有了初步进展，但对于盗窃者的信息依旧还处在云里雾里。对此，有专家猜测，这批军火很有可能已经流入了黑市，并且以高价向巴勒斯坦或是以色列武装分子出售。由于近年来以色列军事基地频频发生盗窃事件，这也导致了以色列内部暗藏了数量众多的武装组织。2002年，以色列国防军西岸的一处军事基地也曾遭到盗窃，并且由4名以色列士兵组成的内鬼，硬是在3年的时间里盗取了5.7万发子弹以及各式枪械。随后，这几名内鬼将这些盗取来的弹药卖给了当地的武装组织。因此，此次盗取军火库的偷盗者也很有可能将这批弹药卖给武装组织。事实上，纵观以色列的多次盗取军火库的案件中可以看出，以色列军队的内部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尽管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对外战争从未尝过败绩，但这并不代表以色列军队内部没有任何问题。例如，以色列军队内部十分严密，此前就曾有媒体爆料28名以军士兵自杀身亡。同样，以色列军队在对待平民也是残暴不仁。此前有媒体曾多次透露以色列士兵无故射杀平民的消息，这从侧面印证了以色列军队内部充斥着紧张恐怖的氛围。总而言之，以色列军事基地军火被盗事件绝非一场事故，或许更重要是以色列军队内部已久的矛盾。
在1月3日，我国自然资源部下属海洋一所的官方账号对外宣传，我国如今正在印度洋上进行科学考察工作的向阳红01号科考船传来了好消息。按照官方的说法，该科考船已经顺利投入海底地震仪整列，并在印度洋里完成了我国首次布放洋底综合观测潜标。此次观测潜标的布放将为我国通过未来对探索印度洋海岭的地理变动带来最新的也是最直接的科学观测资料。需要注意的是，此消息放出之后，我国网友们在经历最初的叫好声后，却开始普遍关注起了报道中提到的观测潜标中的综合一词。就如同近几年里我国不断的向地球轨道上发射的各类高分卫星、农林牧渔等卫星一样，我国不少网友调侃，这似乎是一个多功能的综合性玩具。也有网友表示，这只是一个抓鱼的破东西，其实不值得大肆报道，外界还是别关心了。又或者是懂的都懂。实际上，网友之所以如此调侃，印度本身的一系列偏激行为是主要导火索。各国的科考船队在各个大洋的公海区域进行科考活动，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正常且受国际公约保护的行为。只要没有故意入侵该国的领海和相关军事海域，通常各国海军也不会对科考船进行干涉和追踪，甚至还有可能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轮到我国科考船在印度洋上进行科考活动，却经常性遭遇到印度人的刁难和指责。此前，我国科考船队在斯里兰卡海域进行海洋洋流观测项目时，印度居然派出了军舰进行盯梢，结果转头印度海军就开始在国内舆论中造谣，毫无根据的臆测我国科考船队怀有某些伤害印度利益的阴谋，还可以摆出一副无惧强敌、对外强硬的态度。比如这一次，一枚《印度时报》就莫名其妙地声称印度挫败了中国的又一个诡计，他们在印度洋地区部署了数十艘无人潜艇，故意针对印度海军。且不论一枚所谓无人潜艇到底有没有证据，光是数十艘这个数字就能看出完全是胡编乱造。一个科考船队想要带10几艘这种东西，光是看船队外形就足够暴露目标了。而印媒的这种行为也着实让我国网友恶心的不行，对印度的感官也趋于负面。可以说，如果印度依旧保持着这种莫名其妙的舆论操弄，鼓动印度国内民族情绪，点起来的火焰迟早要烧到印度自己身上。根据我国央视的消息显示，原本计划于7919大飞机配套使用的航空发动机长江1000的研发工作传来了好消息。长江1000航发中的铝钛合金低压涡轮叶片正式通过了振动疲劳考核，如今正在等待进行下一步的考核，也就是装机后的一整套测试。可以说，这也是长江1000航空发动机继2017年首台样机装配成功，2018年首次点火成功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报道指出，与原先的长江1000航发相比较，此次更换了新型钛铝合金叶片之后的新长江1000，整体重量直接下降了近200公斤，显著的提高了发动机的推重比，也降低了油耗。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航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我国整个航空领域的大难题，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无优秀航发可用一直是我国飞机的心脏病。即便是我国目前被外界公认的最先进战机720，也同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为航发问题备受指摘和怀疑。而我国航发落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在相关领域材料学进度的落后上，其中最难的就是航发的叶片选材上。有业内人士指出，用镍基合金材料打造现代涡扇发动机的高压压气机和低压涡轮叶片是曾经国际的主流思想。这种合金能够承受650度左右的高温，因此被应用在了很多航发器部件的打造上。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外界对于飞机的性能要求也开始提高，发动机性能成为了关注的核心。基于成本、外形、重量、系统布局等多方面因素考虑，减少涡轮级数和压气基数的设计方向，使得单级叶片负荷压力倍增，原本的镍基合金材料开始无法支撑起发动机承受的负荷。因此，如何寻找新材料让发动机性能得到提升，也成为了航发研究的新方向。而也是在近几年，我国新型钛铝合金的相关材料研究突飞猛进。这种材料具备低密度、高弹性、耐高温的特点。当时我国就有研究认为，这种材料适合用于制造高压压气机和低压涡轮叶片，只是当时受限于制作技术，对于这种材料的应用进度还很慢。但随着时间的推进，相关高端制造技术的发展，这种材料的应用就开始逐步发展，航发研究的进度也自然而然开始飞速发展。如今我们看到的长江100更换钛铝合金叶片，就是我国材料学上出现技术突破后的外在表现。有分析人士预计，随着我国材料学快速拉近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甚至赶超对方，我国国产航发必然会出现一个密集解封的局面。而且新材料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对于我国研发新一代军机也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